这个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是国际派。毛泽东、朱德这种土共派被认为次人一等。1927年8月1号的南昌事变，朱德跟毛泽东受到了国际派重大的打压，毛泽东跟朱德都驱国走了，整个江西完全是接受第三国际的指挥。鄂豫皖苏区在这里发动土地革命更容易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领导人是张国焘、徐向前、李先念。他们的军队呢，称之为红四方面军自成一股力量，成为中共在华中地区非常重要的一股势力。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发生的嘛。那剿共之初，其实中共力量跟国民党也不是这么大的悬殊。其实两党之间的拉扯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希望在这个初期，到底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呢？中共当时也在中国建立了他们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就是1931年所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其实我们从今天找得到的资料来看，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来还通过了一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就把这个国家的定位写得非常清楚。有两个很重要的宗旨，第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誓死保卫苏联。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在1931年，这个时候大部分西方国家还是不承认它的，斯大林也才刚夺权成功啊。苏联在这个时候也还在进行它的建国的过程。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的，当然就彻底的服从于苏联的指导，跟配合苏联的国际上面的战略啊。第二个部分就是强调中国任何的地区都有权利加入那个先进的联邦，哪个联邦？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所以简单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其实就是帮助苏联在中国推动革命，然后进而未来有一天甚至于让中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这一点现在中国大陆大部分的史家都不太喜欢提这件事了，但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我补充一下，为什么当时会有一个知识分子宁愿为外国人效力？其实大家了解到，因为当时在1930年代有一个很发达的东西叫国际共运，这里就要牵涉到共产党的基本思想，第三国际的基础思想里面，他们认为世界不需要分化国家，国家只是一个人类社会在达到终极共产社会当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所以理论上是所有的共产国家都要加入苏联，或者其实当所有共产国家都加入苏联的时候，就没有苏联了。而且你注意有苏联的国号，没有俄罗斯。对，所以今天我们是为了要表示它的苏联里面的俄罗斯属性，所以常会把它叫苏俄这样去讲。当然没有错啦，苏联的主体语言、主体民主就是俄罗斯的文化语言嘛。但是当时的国际共运的背景，大家要了解到，这国际共运是非常疯狂的哦，有非常多各国的知识精英分子前仆后继的加入第三国际，来为国际共运贡献，包括在各地充当间谍、军人，各种协助共产党发展的推手、讲师啊、地下组织啊，渗透到各种阶级，尤其是底层阶级里面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国际共运的背景基础啊。当然，这个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你就可以了解到，它的领导人就是国际派。因为毕竟在那个时代，国际共运的高大上的指导之下，毛泽东、朱德这种土共派的就被认为次人一等啊！你没有留过学，没有接受过国际共运的洗礼啊，被认为就是土嘛。用今天的心态一想就知道了。今天中国慢慢重新建立起自信，但在这几年之前，包括台湾嘛，崇洋媚外的事情有少过嘛？所以你也可以注意到，当时的洋共派里面领导人主要就是留学回来的。那希望这个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是一个什么样形式的存在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单讲，它是以一个中央苏区跟许多在中国各地其他的苏区所共同建构起来。所谓中央苏区，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就在江西的瑞金嘛，所以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在当时又被许多人简称为瑞金政权，原因就在这边。后来经过几次的战争之后，它的控制范围不断在扩大，就从赣南扩充到闽西，就建立了它的广大的苏区。因为它在全国各地许多地区，像鄂豫皖地区、湘西地区，到了后来我们知道还有陕北这些地方，也都建立了一些苏区。那当时的江西苏维埃这边主要掌权的是国际派，像秦邦宪当时化名做博古嘛，因为像陈少宇化名做王明，其他另外还有比较重要国际派后来影响比较大，像周恩来先生，这些都是当时国际派主要的要角。那另外一个开始对江西苏维埃的建立其实是功劳最大，就是以毛泽东跟朱德为首的土共派。那土共派当然就是主张发动土地革命，在苏区建构军民一体的政权。我告诉各位，朱德这时候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不在毛泽东之下哦。朱德当时被称作红军之父，
1927年8月1号的南昌事变，朱德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这个时候，朱德跟毛泽东却受到了国际派非常重大的打压，但实际上毛泽东跟朱德才是真正对当时中国整个革命局势有比较清楚认识的一批。另外，还大概到1933年之后，第三国际也派了一团人过来了，以李德为首，据说他是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退伍军人，战后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来第三国际任用他，带了一团人派到江西苏维埃这边来指导中共的党务以及红军的训练发展。简单讲，就第三国际在李德派来之后，就把毛泽东跟朱德的军权基本上都夺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整个江西苏维埃大概到了1932、33年之后，就完全是接受第三国际的指挥。那另外除了中央苏区之外呢，还有几个比较大的苏区，当中最大的我们称之为鄂豫皖苏区哦。这个鄂豫皖苏区啊，徐朗，它似乎一度曾经可以跟江西瑞金并驾齐驱哦。这里又有什么故事？没错，中共的苏区是在全国各地广泛发展，尤其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大别山区等等这些地区，尤其是省与省之间的交界，古代所称的三不管地带。为什么呢？因为省与省之间交界有两个特色，首先第一个，这边大部分是地形崎岖的山区、沼泽地啊等等啊。第二个是这种省与省之间的山区或边区，大部分军警的力量比较弱，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嘛，所以当时军队或警察想要在这边进行治安的扫荡或者进行军事行动，相对而言就会比较困难，比较容易在这里生根发芽。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一般书上没提到，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边区大部分农民的生活会更为困苦，所以在这里发动土地革命更容易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中共大概在1931年、32年，它的中央苏区建立之后，在全国各地也不断的派遣人员建立地方的苏区，这种地方苏区发展的最好，到了后来几乎跟江西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分庭抗礼的，就是鄂豫皖苏区，领导人是张国焘先生，也是一位留学过法国跟苏联的。另外还有几个比较重要，像徐向前，各位，徐向前是中共10大元帅之一，黄埔一期的哦，所以他看到蒋介石也是要叫一声校长的哦。另外还有一位也是中共开国很重要的一个元老李先念先生，这些人就构成了鄂豫皖苏区的主要的领导班子哦。到了1932年、33年左右，就成为中共在华中地区非常重要的一股势力。当时他们的军队呢，称之为红四方面军哦，所以已经自成一股力量。不过对于国府来说哦，它的问题就比在地方发展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来得多了，因为毕竟它当时普遍被认为要中央政府嘛，那外有列强侵略，主要应付其他列强也就算了，还有一个列强在中国跳得非常欢哦，到处打压中国，那就是日本哦。日本这时候因为自身的经济也遇到了窘迫，大家不要忘了，1930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国际背景，经济大恐慌，日本是受创非常的深，因为日本作为一个完全以外贸为导向为主的经济体哦，那另外在亚洲啊，因为只有日本是先进经济体，所以它所受到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啊。所以日本这时候内部的政治也非常的动荡，军系不断的在做大。那这个做大的过程当中，它的侵略属性、它的法西斯属性就不断发展出来嘛。其实日本法西斯是一本烂账，到底是谁领导的，到今天我们都还很难讲得清楚。那在日本压迫的情况之下呢，国府方面它当然就有很多治理上面的一些压力的存在啊。